日俄恐怕也要打起来了。2026年8月13日，普京的专机降落到南千岛群岛中的伊图鲁普岛，也就是北方四岛之一泽州岛。这是普京执政26年以来第一次亲自登上这片日俄拉扯了大半个世纪的争议地带。这一历史性的登岛举动引发了日本政府的强烈反应，高市早苗和茂木敏充立刻站在了镜头前抗议，用词极其严厉，称这种行为绝对无法接受，并且深深伤害了日本国民的感情。普京选择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首次登岛，不是为了去远东吹风，这是把整个东北亚推向深渊。普京登岛的第一个目的就是固化领土主权。过去几十年，日俄围绕北方四岛不断扯皮，这一次通过国家元首的亲自视察，普京等同于向日本甚至整个国际社会表态，在这片土地上，俄罗斯的主权无可争议。这场持续半个多世纪的领土争议现在已经盖棺定论，不存在任何妥协的余地。第二个目的则是远东军事战略威慑。很多人看地图觉得北方四岛只是几个偏远的海岛，但是你没有站在俄罗斯海军的视角。北方四岛控制着鄂霍次克海进出太平洋的要道，对于俄罗斯来说，鄂霍次克海就是俄罗斯战略核潜艇的庇护所，是俄罗斯维持2次核打击能力的命门。普京在登岛的前一天观摩了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实弹演习，并对列队的俄罗斯水兵说了一句话：你们不是在后方，你们也在前线。这是对日本防卫白皮书最直接的战略回应。普京这一步棋落下，日俄关系进入冰封期，因为这几个岛的争议，两国从二战结束到现在80多年了，连个正式的和平条约都没签过。在国际法理上，两国甚至还没有完全结束战争状态。高市早苗表示，普京的举动让两国在中长期内恢复关系变得极其困难。这番话算是说得很委婉了。实际上，这次登岛直接切断了双方未来在领土问题上进行任何温和谈判的政治后路。两国的关系已经退回到类似冷战时期的状态。那么接下来就是枪炮和雷达的对话时间了。俄罗斯在远东展示出了这种强硬姿态，等于给日本送上了一份完美的大礼。日本更有理由加速自身的军事扩张，比如借此机会以防范俄罗斯威胁为名，大量采购美国的进攻性武器。另一边，俄罗斯既然已经撕破脸，也必然会在远东地区进一步加强与周边伙伴的军事和战略协作。可以预测的是，东北亚地区将演变为美日韩对抗俄朝的冷战格局。未来在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甚至是西太平洋区域，美日两国的舰机与俄罗斯海空力量的近距离对峙将成为家常便饭。那么日俄如果在这个时候因为某种原因擦枪走火，在北方四岛爆发了直接军事冲突，结果会是怎样？日本能不能趁机收复北方四岛？说实话，对于日本而言，收复北方四岛的难度并不大。现在的俄罗斯早就已经不是以前的俄罗斯了，而日本也早不是那个日本了。乌俄战争的长期化迫使俄罗斯国防部从防守远东的东部军区大量抽调最精锐的陆海军步兵，以及高价值的防空火力和重型装备，将其送到乌俄前线，导致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家底已经很薄了。乌俄战争之前，太平洋舰队的海军步兵主力是驻扎在海参崴的第155旅，以及驻扎在勘察加的海军步兵第40独立旅。这两支部队属于远东机动防御与岛屿反登陆作战的绝对核心。不过，在乌俄前线，第155旅过得实在是太惨了，在基辅郊区、乌赫莱达尔以及库尔斯克地区的作战中遭遇了毁灭性打击。根据美欧情报单位的情报，在乌赫莱达尔的战役中，第155旅损失了80%的俄定作战人员。这意味着这支部队在战术上已经被打散了。在过去的几年里，这支所谓的远东精锐历经了多达8次的打光、重建、再打光、再动员，那些高素质的合同兵基本在乌克兰消耗殆尽。现在的155旅主要靠的是从远东各联邦主体强行拉来的动员兵在勉强维持。虽然俄军高层为了面子，在2025年底将第155旅扩编成了第55海军步兵师，但由于极度缺乏合格的基层军官以及操作复杂装备的专业技术兵种，这个所谓的师在实际运行中处于严重的缺编状态，兵力单薄、训练不足、装备老化都是常态。指望这样一支部队在短期内回到远东，去履行预期的2期兵力投送与高强度的夺岛防御任务，根本不可能。兵力空缺也就算了，在防空火力与重型战备物资上，远东俄军更惨。为了填补乌俄战场与莫斯科等地的防空漏洞，俄军高层咬着牙抽调远东地区的战略防空屏障。原本在泽州岛和国后岛的 S-300V4 现在已经没了，这导致北方四岛及周边广阔海域丧失了高空与远程防空这段能力，整个空域向日本敞开了大门。
这些原本作为战略预备队的 T-62、T-54、T-55以及大量的牵引式火炮都被大规模解封，送往了乌克兰前线去填补战损缺口。远东军区原本储备用来应对大规模冲突的常规弹药库存，经过乌俄战争的消耗，已经不够用了。至于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海空力量，账面上看似庞大，实际可用战力经不起推敲。驻扎在勘察加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北风之神级与亚森级，完整保留了深海的核威慑能力，但常规海战层面，太平洋舰队的水面舰队受限于以中小型舰艇为主的兵力结构，以及主力大型水面舰艇的维修周期，无法在远洋提供足量的水面护航与区域防空掩护。一旦开战，这些缺乏防空伞的老旧水面舰艇就是靶子。战术与战略航空兵方面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由于乌克兰频繁地用无人机对俄境内腹地实施深度打击，俄空天军将图95 MS 和图2 M3进行分散部署，以躲避袭击，这削弱了远东的空中战略威慑力。同时，远东战术航空兵的大批精锐飞行员，那些驾驶苏 35S 和苏 30SM 的老鸟，早就被轮换到战场拼命去了。留在远东的都是缺乏实战经验的新手。更致命的是，现代战争打的是信息、数据、指挥控制。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已经暴露出对商业卫星网络通信的严重依赖与系统脆弱性。一旦前线网络遭到先进电子战的阶段，其战术协调与无人机作战能力将呈现断崖式衰退。如果在远东的岛屿防御战中，那些蹲在掩体里的俄军失去了通讯，就会变成待宰羔羊。目前驻扎在北方四岛上的俄军核心防御单位第18机枪炮兵师，账面上总兵力约3500人，听起来不少，但分散部署在泽捉岛和国后岛的各个角落。这支部队甚至还保留着浓厚的冷战色彩，他们主要的防御依托还是几十年前苏联时代留下来的固定堡垒阵地，手里拿得出手的机动装备只有极其有限的翻新版 T72B3 与老旧的牵引式火炮，能对海面造成一点威胁的也就剩下那几套堡垒 P 和无灰暗基反舰导弹。但是撤走 S300V4 后，面对高精度远程导弹与隐身战机，他们的防空掩护几乎彻底失效，很快就会全军覆没。反观日本，自卫队已经完成从专守防卫向攻势作战的转变，他们建立起了一支专门用于远程跨海夺岛的精锐战力，也就是总部位于长崎的水陆机动团。在编制和训练上，这支部队完全照搬美国海军陆战队，可以看作日本版的海军陆战队。在2024年3月，他们又组建了第3水陆机动联队，使得总兵力扩充到了约3400人的规模。这支部队的装备也相当豪华，清一色的 AAV7、MV2 鱼鹰，甚至还整合了第301电子战中队的战术突防与2栖垂直登陆能力，随时准备在复杂的电磁环境下发起夺岛突击。驻扎在北海道的重装机动集团陆上自卫队北部方面队同样是一支重装铁拳，特别是其中的第7师团，配备10式坦克、99式火炮以及12式导弹。这支重装部队随时能够推到最前线，为北方战线提供重装地面封锁和火力支援。在制海权和制空权的争夺上，海上与航空自卫队同样具备优势。海上自卫队手里捏着2艘出云级，并且已经完成了搭载 F-35B 隐身战机的改装，加上金刚级与摩耶级宙斯盾提供的无死角防空网，以及深海里的苍龙级与大鲸级潜艇，这支堪比世界一流的海上力量，能够彻底封锁宗谷海峡，甚至切断千岛群岛南端的所有海上生命线。航空自卫队这边，北部航空方面队已经大量换装 F-35A， 并且配备了经过现代化升级的 F-15G。最重要的是，现在的日本已经从美国大量采购了可以用 F-15G 挂载的 AGM-158B。日本的战机能在几百公里外摧毁俄罗斯岛屿上的雷达站与防空阵地。如果日俄双方因为北方四岛的主权争端走到了对战这一步，那冲突很快就会结束。在火力军看来，冲突的第一阶段可以称之为灰色地带危机，与海上全面封锁。日俄冲突不会是一上来就万炮齐发，它应该源于双方在北方四岛内的一次执法冲突，比如说一艘日本渔船或者官方的海洋调查船与俄罗斯边防海警发生了撞击，甚至流血对抗。这种事过去也发生过，但这一次两国关系已经彻底冰封，矛盾瞬间引爆火药桶。在外交谈判破裂后，俄罗斯为了展示肌肉，大概率会立刻宣布北方四岛周边海域为军事禁航区，并且激活泽捉岛与国后岛上的堡垒 P， 雷达开机进行赤裸裸的战略威慑。但这一次日本没有退缩，顺势发布防卫出动指令，海上自卫队的驱逐舰与 AIP 潜艇倾巢而出，对北方四岛实施阶段式海上封锁。任何企图靠近岛屿的俄罗斯补给船都会面临被击沉的风险，岛上的俄军与远东大陆的联系被彻底切断。紧接着，自卫队第301电子战中队与海空电子战力量对俄第18机枪炮兵师的战术无线电与雷达网络实施高强度电磁压制，
俄军前线的指挥控制链瘫痪，岛上的防守部队变成了各自为战的瞎子。随后战局过渡到第二阶段，日本自卫队防区外精准打击与快速垂直突击，在确认俄军的重型防空系统不复存在，并且电子战已经瘫痪俄军雷达后，航空自卫队出动了。F-15J 编队从北海道基地起飞，在数百公里外的空域发射 AGM-158B， 这些导弹贴着海面飞行，摧毁俄军在泽捉岛和国后岛仅存的对空雷达站、通讯基站以及那些堡垒癖岸岛阵地。处理掉俄军远程防空与岸岛威胁后，真正的夺岛大戏开场。日本水陆机动团利用出云级轻型航母和两栖运输舰作为移动的海上基地，满载突击步兵的鱼鹰呼啸升空，利用夜色和电子掩护，对守备相对薄弱的色丹岛和赤雾群岛实施了垂直激将占领。AAV-7两栖装甲车在海上泛水，直接冲向国后岛和泽捉岛的关键海滩。面对失去指挥、失去防空火力掩护，且兵力处于绝对劣势的俄军守备部队，日本自卫队完全有能力在48至72小时的黄金时间窗口内迅速扫清残敌，控制四岛的所有主要基础设施。在占领之后，自卫队会利用运输机和登陆舰迅速向岛上部署03式防空导弹与12式反舰导弹，建立起防范俄军海空反扑的保护伞。战争打到这里，剧本似乎写得很完美，日本用一场外科手术式打击拿回了梦寐以求的北方四岛。但对于日本来说，最大的问题在于夺岛产生的后果接不接得住。无论俄罗斯常规军力被削弱的多么难看，它依然是一个拥有庞大核武库的核大国。这就意味着冲突不可避免地会滑向最危险的第三阶段，俄军的核威慑压制。在领土被实质性占领的事实面前，普京不可能咽下这口气。由于远东地面的常规精锐部队已经在乌克兰战场上消耗殆尽，只要俄军在短时间内组织起一支庞大的海上反登陆舰队去重新夺取四岛，这在物理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常规战打不过，领土又丢了，被逼到墙角的莫斯科将别无选择，只能掀桌子。太平洋舰队那些攻击核潜艇以及部署在远东的战略轰炸机，向日本北海道的千岁、旭川等自卫队核心空军和后勤基地发射口径导弹或空射高超音速导弹。这还不是最狠的，在常规战术手段无法有效扭转局势，逼退日本驻军的情况下，俄罗斯极有可能援引其国家核威慑政策中当国家生存受到威胁时可使用核武器的模糊条款，直接将勘察加地区的战术核武器提升到最高战备状态，利用核升级风险迫使日本政府停火。当然，日本高层也不是傻子，他们早就意识到了这个死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日本前首相甚至在公开场合抛出一个议题：日本可以考虑允许美国在日本本土部署核武器，也就是所谓的核共享。日本非常清楚自己在常规战力上的优势，但在面对俄罗斯这样一个核大国时，没有核保护伞，一切常规胜利都是泡影。日本想要通过引入美国核武器这种方式，强行弥补自己在核威慑领域的劣势。除了核威慑，周边国家的反应也会影响北方四岛的解决。美韩与朝鲜大概都会行动。一旦枪声响起，美国肯定要有所举动。根据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美国有义务防卫所有处于日本行政管辖之下的领土。但这里有一个漏洞，北方四岛在冲突爆发前一直处于俄罗斯的控制之下。如果日本是主动采取军事行动去夺岛，华盛顿将面临一个两难抉择：为了几个小岛直接与一个拥有几千枚核弹头的俄罗斯爆发全面第3次世界大战，特朗普肯定会摇头。因此，美军不会直接派遣战斗部队参与进攻性的夺岛作战，但也绝不会袖手旁观，而是为日本提供非直接交火的致命支持。高精度卫星侦察、电子战情报共享、空中预警机的目标引导，以及后勤的高精尖弹药补充。同时，驻扎在冲绳及本州的美军海空力量进入最高戒备状态，盯住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和潜艇，起到战略牵制作用。站在俄罗斯背后的则是俄朝同盟，这种深度绑定的军事关系可以为俄军提供后勤和半岛牵制力量，比如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向俄远东地区输送炮弹、短程弹道导弹，甚至可以派遣士兵接管俄罗斯远东后方基地的基础防务，把有限的俄军解放出来投入前线。除了直接援助，平壤极有可能趁着日俄在北方四岛交火，在半岛非军事区制造摩擦，或者在日本海方向进行大规模试射洲际弹道导弹，进行围魏救赵，直接逼迫日本自卫队和驻日美军必须分出相当大一部分海空防御力量去盯防朝鲜半岛的移动，减轻俄罗斯在北方四岛的压力。在这个乱局中，韩国的处境则显得极其尴尬且微妙。虽然首尔在大的外交政策上毫无疑问是偏向美欧阵营的，理论上应该和美日站在一起，但韩日之间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独岛争端。在这个大背景下，韩国国内舆论不允许韩国政府对日本给予实质性的支持。一旦北方四岛爆发冲突，韩国大概率会选择军事中立，
拒绝为日本提供任何形式的后勤补给、港口停靠或者情报便利。韩国军队的防御重点是朝鲜部队。不管怎么说，就北方四岛的情况来看，日本拿下并不是什么难事。但对于日本来说，从占领北方四岛的那一刻起，就会陷入战略防御与核威慑困境之中。最终日本如何选择，火力军拭目以待。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大家觉得日本会不会动手？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视频最后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